嗨，大家好，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如果我们从2020年的1月份定期定额投资到2022年的1月份，我们每个月投资1万块到0050或者是0056上面，那我们现在的报酬会是多少？这段期间呢，就算是经历了 COVID-19 的疫情大爆发，股市下跌了25%，我们依旧持续的投入。那我们这段期间的总报酬会是多少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记得看到最后哦。那如果您出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的话呢，记得订阅追踪。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哦，我会在那边每天分享一些有用的投资知识，也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定期定额要投资的 ETF 呢，一档叫做0050，一档叫做0056。0056呢，它是追踪台湾高股息报酬指数。那它成立日期呢是在2007年12月31号的时候成立。目前呢，受益人数是全台湾最多的一档 ETF， 来到了57.9万人，非常的多。那目前股价呢是33.3元。那管理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0.66%。那市值大小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是1137亿台币是台湾市值第2大的 ETF。那它的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把股息再投资也算进来的话呢，它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8.2%，总报酬率是119%，是蛮不错的哦。10年你的资产可以翻1倍。那0050的部分的话呢，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50报酬指数，它成立日期是2003年6月25号，是台湾最早发行的一档 ETF 哦。那它目前的受益人数是39.5万人，也是非常的多。那它目前股价是144.5元，然后呢，管理费用是0.43%，市值大小的部分的话呢是1769亿台币。那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然后呢把股息也算进来的话呢是13.7%，也是蛮不错的哦。10年的总报酬率是161%。那这两档 ETF 它们的产业分布大概都落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0056呢，它有65%是来自于资讯技术类，然后呢16.1%呢是来自于原物料产业，所以呢资讯业跟原物料产业基本上就占了0056的80%。那0050的部分的话呢，资讯技术业来到了71.1%，金融股的话呢是来到了12.5%。那它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也是80%左右。那我们也知道0050呢，它的最大持股就是台积电哦。好，那我们投资的规则是什么？我们投资的规则就是，我们从2020年年初的时候呢，开始每个月6号的时候呢，投资1万块钱到 ETF 当中，定期定额的投资，到2022年的1月份。那这中间呢，我们总共会经历24期，也就是2年的部分。我们总投入资金呢，会来到24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2年下来，我们的平均报酬率大概会是多少？好，那这定期定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干嘛？我们只要去工作，我们去追剧，或者是我们出游都可以，我们就不用管它，也不用说研究什么，它现在 KD 线多少，它现在股市高点还是低点，我们都不用做，我们就懒人投资，定期定额的投资。这2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报酬会是多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0056呢，我们在2020年的1月6号的时候呢，存入了第一笔资金进去。那时候呢，0056它的股价是28.9块。那很不幸的是，2020年3月19号的时候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呢，股市大崩盘，0056呢下跌了18%，它的股价来到了21.85块。那到2022年，它的股价已经回升到了33.58%。那这段期间呢，我们总共投资了24万，我们总股数呢来到了8451股，也就是8.4张0056啦。这2年的时间呢，0056总共配息2次，一次是配发1.6块，另外一次是配发1.8块。那我们的股利加起来呢，总共是18935元，是还蛮不错的哦。最终资产呢，0056是来到了28.3万，损益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赚了4.3万块。那0050的部分，我们也是一样，在2020年的1月6号，我们存入了1万块钱，然后呢，那时候的0050的股价是96.4块。然后呢，在疫情大爆发的3月19号，0050下挫了25%。
那它最低点的时候呢，一股是69.1块。那到2022年的1月1号的时候呢，0050的价格是146.4元。那我们一样，总投入资金是24万，总持股数呢，到现在为止总共是2179股。现金股利的部分，0050在这2年期间总共配息了4次，在2020年的1月份2.9块，那2020年的7月份呢，则是0.7块。2021年的1月份呢是3.05块，那2021年的7月份呢则是0.35块。那这4次的配息呢，我们把它加在一起，我们总共可以拿到5604块的股息，我们最终总资产来到了31.7万，总损益呢是7.6万块。也就是说，我们0050定期定额投资2年，我们的总报酬率呢是7.6万块，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把0056跟0050这2年投资的绩效，我们把它combine在一起，我发现了几个重点哦。第一点就是0056它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波动性，它的一个抗压能力相对于0050来讲，它是比较好的。0056呢，它从2020年的1月份到2020年股市暴跌之后的低点，它总共下跌了18%，但是呢，0050呢，它只是下跌了25%，所以我们0056它不愧就是一个高股息低波动的一档 ETF 哦。那第二点就是这2档 ETF 我们都是使用定期定额，每个月投资1万块，然后呢投资24期。我们可以看到0056不愧是我们所说的标榜高股息的 ETF， 它在这2年当中呢，总共拿到了18935块的股息，但是呢0050的话呢，它只拿到了5604块的股息，而2者相差呢将近4倍哦。那如果我们把股息去除上本金的话呢，0056的本金殖利率来到了 7.8%， 那0050的本金殖利率则是 2.3%。好，那我们投资呢，当然不会只有看股息的部分嘛，我们要看的是总报酬率。那这2档 ETF 我们都是投入24万，那0056呢，最终的总资产是来到了 28.3 万，那0050呢，则是来到了 31.7 万，那0056则是赚了 4.3 万块，那0050呢，则是赚了 7.6 万块。那这2者这2年下来的总报酬率是多少？0056它的总报酬率来到了 17.8%， 平均年化报酬率则是 8.6%。那0050它的总报酬率来到了 31.7%， 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4.8%， 其实相差非常非常的多。0056大概只有0050的报酬率的 55% 而已哦。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0050跟0056这2年定期定额下来的一个心得。第一点就是0056它不愧就是一档发高股息的 ETF，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容忍度比较不高的人，你希望有源源不绝的现金流进来的一个投资人的话呢，那0056是蛮适合你去做投资的。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容忍度比较高的人，你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的话，那你应该要去投资一个比较高报酬的投资商品。因为不管是2年的数据，还是拉长10年以上的数据，都是0050的绩效远超于0056。当然，你这样投资的话呢，势必会面临比较高的一个波动就是了。好，那第3点就是过去的报酬不代表未来的报酬。我们定期定额投资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投资在长期看涨的投资标的上面。所以像是一些大盘类型的指数型 ETF 就是一个蛮不错的标的，它可以为我们省下研究的时间，然后获取该领域的经济成长。我认为这种 ETF 对投资新手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向。那最后第4点就是，如果你这2年的投资报酬率低于 30% 的话，那为什么你不要定期定额投资0050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要让你投资一档标的0050跟0056，你会想要选择哪一档投资标的来进行长期的定期定额投资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咯。我是不随做股市，只真心分享教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第一题是不对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自我评量。我想问一下各位，